is down, what's left is right. 大半年才搞到手的月亮鱼给大家安排上，鱼呢已经到老板手上了，差不多100斤左右，看得我热血沸腾啊！不行了，我得先过去把鱼给抱回来再说。那咱们走着。老板来，我看到鱼就赶过来了，就这个吗？这个一样，看着没多大啊90多斤还没多大，这种鱼很少的，从海里抢过来的这种鱼啊。这个鱼鳍很漂亮，这一斤要多少钱啊？这按条卖的，不按斤啊，这是啊。按条？对，一条多少钱？这条18000，一条18000，几斤啊18000？90几斤啊？那一斤不到200块钱，有这么便宜吗？不是冰冻的吧？不是冰冻，你看眼睛就知道了。冰冻眼睛有这么漂亮吗？看着没90几斤啊，称一下。上面这个不错，91斤6啊。91斤6，这怎么拿走啊？我打包吧，帮你运过去啊，这个。2个人抬不动啊。看着没多大，真的有90几斤啊。然后这上面要不要盖点冰啊？盖点冰啊。哇，这个鱼拿回来以后，比我在市场上看的感觉要霸气了好多。可不可以看得到我的人？看不到，这样子呢？这样可以开始。巨大、稀奇、珍贵、幸运集一身的月亮鱼来了，点赞是不是可以安排一波？今天这条鱼91斤多，总共才18000块钱，平均一斤也就200块钱，在国内相对来说已经算很便宜了，因为这种鱼在国内很稀少，一旦出现都抢着要。但是这条鱼拿回来，我发现已经很不新鲜了，眼睛都破了，身上都是伤痕，这个地方也断掉，快烂掉了。还有就是这身上的鳞片都脱落了，一点光泽都没有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鱼的味道很重，就跟我平时在海鲜批发市场冰鲜区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所以呢，我有点预感，今天这条鱼估计要翻车了，刺身不了了。便宜果然还是有它便宜的道理啊。另外呢，这个鱼它有个很特别的名字，叫幸运鱼。很多钓鱼的爱好者一辈子都钓不到这种鱼。一旦抓到月亮鱼，就跟中了彩票一样，因而取名幸运鱼。所以呢，只要看到这条视频的小伙伴，2021年肯定都非常的幸运。有人说它之所以叫月亮鱼，主要是因为它体型长得像月亮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这种鱼只有在晚上月亮出现的时候它才会出来，所以被称为月亮鱼。而且它长得也非常的个性。首先就这个整体的颜色很艳丽，身上布满了这个银色的斑点。另外它的鸽鳍均为这种灰红色，特别是这个胸鳍，你看还呈这样子镰刀状。还有就是它这个嘴巴。鱼这么大，嘴巴这么小，跟樱桃小嘴一样，很萌很可爱，有没有？整个体型和我们之前做过的斗叉鱼有点像，不过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体温，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温水鱼，也就是说它的体温跟我们人体的体温很接近。OK， 接下来就是大型月亮鱼解剖现场，这么大还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。据说这个鱼的刺身比蓝鳍金枪鱼还要牛逼，但是我们今天这条鱼它的味道实在太重了，我觉得刺身99%应该是吃不了了，先杀进去看一下再说啊。先把这个鳍给割了哈，这也太硬了吧！尾巴也给它剁掉，好硬哦，这个尾巴骨头，终于下来了。这个尾巴真的好漂亮，月牙长，留给我朋友做标本吧。它这眼睛好大啊，比我手掌还要大。这一块好硬哦，跟骨头一样的。这一块先给它切了，哇，捅不进去啊！哇，这里可以，哇。这块是皮吗？这么厚，很硬哎。还好肉里面没什么味道，这部分呢就是它刺身部位。如果说刺身不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拿来炒了。这个肉就跟牛肉一样，真的。哇塞！这个鱼真的可以当牛肉吃了。这个肉油脂的分布好漂亮啊，这不能做刺身，太可惜了。我靠，它这里是一整块很大的骨头啊！我在这个位置还得再给它来一刀，骨头到这里了。哇，那这一层的皮应该就到这里了，这上面就是大户了。哇，这个要是能刺身的话，应该非常的好吃。哇，这样这边给它割一条过来哦。它这个肉好深哦，整把刀都进去了。哇，所以再给它来一刀下去，背上的肉就取下来了。哇，非常完美的一块肉，哇，就取下来了。我现在刀工了得啊！哇，这个肉好漂亮啊，跟金枪鱼的肉有点像。哇，那这块就是它的大户了。
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。这底下就不给大家看了，这底下全是内脏哈。接下来要把另外一半给取出来哈，这一整块先给它取下来看一下，这个部位里面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哇，这个都好硬啊，这个都不能吃估计。现在要把这个鱼给翻过来哈，翻一面，把肉给取出来。来，慢点。等一下，这边扶一下，这边扶一下，我可能这边没事，这边意思不了。可以了，太重了，实在太难搞了。这鱼真的好深哦，整个刀吃进去。哇，那肉终于全部处理出来了。那剩下这个鱼头跟鱼骨，我朋友说留着给他做标本哈。那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这个肉怎么处理啊。还有我今天还买了一堆的花草回来，准备摆一盘霸气的刺身。结果今天的希望全部泡汤了。接下来我切一丢丢的这个肉下来，试一下它的刺身到底味道怎么样啊？我看这块肉还可以，从这里割一点下来试一下吧。这个鱼的口感还不错，很软嫩，但是没什么味道，咬到最后有一点点的发酸，应该是没有换水排酸。吃刺身应该是不可能了，因为起天的味道太重了，心里有阴影啊。这个先给它混一下，哇，这个肉一层一层的，哇 ，OK， 终于处理好了。这么多肉，我本来还想着能不能卖一部分，然后回点血，但是不能做刺身的话就没办法卖了，只能问一下邻居朋友有要的自己来抱一块走了。你们一定要给我点赞回点血啊！那剩下的这2块，我们今天就拿来准备做熟的吃法哈。这一块拿来做香煎，这一块拿来清蒸。先把这个肉给处理一下，这块红色的，我觉得应该腥味比较重，给它割掉。这应该是刺身部分。这一面呢，真的就跟牛肉一样，筋膜给它修一下，敌败刀法。这一块应该是中腹，拿来清蒸的话，给它切片哈。那这一块呢是大腹，那清蒸呢先给它安排3锅蒸哈，来点葱段、生姜，再给它盖一层保鲜膜，捅几个孔透气哈，蒸个5分钟应该就差不多了。锅热倒油，来点海盐、黑胡椒碎，这边也给它来一点，鱼给它下锅煎一下。我的天！这煎的还好香哦，给它翻一面，哇，好烫好烫！黄油给它下锅融一下，再来几片蒜片，这个就完全煎牛排一样的煎法哈，还挺香的。可以了，出锅。哇，这煎的好像有一点点过了。这个蒜片好香啊，给它点上去啊，再点点花花草草，完美。月亮鱼排还挺香的。明明是刺身的鱼，硬是搞了2种熟的吃法，我已经对它不抱任何希望了。我觉得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再做一条新鲜的可以刺身的月亮鱼。先来杯82年的清酒压一下惊吧。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鱼排开始吃吧，这个鱼排煎的好像还不错哦。来，这个处理完要300-4001斤的豆腐干，粉丝先吃。好像还不是很难吃的样子，还真的有点像在吃牛肉一样，只是这个牛肉比较柴一点，但是它没有金枪鱼跟三文鱼煮熟了那么柴。但是感觉还有一丢丢的这个花酸，它这个排酸没有排好。你看它这个肉真的很像牛肉，就纤维没有那么粗一点。如果我不说这个是鱼肉的话，肯定很多人以为这个就是牛肉。夹着蒜片一起试一下，应该会很香。果然很香。你看这样子一丝一丝的，更像猪肉一点哈，有没有？猪排沾一点这个黑胡椒酱试一下啊。沾了这个黑胡椒酱跟夹着这个蒜瓣，真的挺好吃的，就是柴了一点点，味道还是可以的。
那剩下这一块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试一下，他看我是眼泪都要从嘴角给流下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个清蒸的啊，这个是大户，我先试一下这个大户的哈。这个清蒸的很一般，虽然说它不会腥，但是口感粉粉辣辣的，真的很一般。毕竟它是大户嘛，还是有一点香味的。刚才最后一口应该是最接近大户的，很香，香味很浓郁，而且也没有那么粉，口感还挺好的。再试一块啊，没错了，再试一块这个中户的哈。哎呀。这个中户的口感跟大户的差不多，但是它的酸味好像会更明显一点。总之就换大车了。OK， 那剩下的等一下让大家一起尝一下哈，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。总之呢，18000今天是换大车了，就算是新鲜的，拿来这样子煮熟了，也是平平无奇啊。试声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应该也不比蓝鳍金枪鱼好，但是应该介于蓝鳍跟黄鳍的中间。所以呢，这个鱼它就是吃个稀奇。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月亮月亮你别走。鱼其实颜色都已经变了，没活的时候那么好看了。活着的时候颜色是这样的，非常的艳丽好看。我朋友说这么漂亮的鱼又这么大，在海南那边是很少见的，所以呢，我直接叫他帮我超低温冷冻起来。今天已经寄到我经常买海鲜的店里面，走，咱们先过去把鱼给提回来。老板，我寄到你店里的鱼在哪里啊？快点啊，我帮你解冻了。运费多少钱啊？什么运费啊？说什么运费啊？给你白嫖了。白嫖啊？对，白嫖。哦，可以，好像冻一下颜色有点变掉了，它海南那边冻过来的，帮我盖冰吧。盖冰啊，盖冰那个。谢谢啊，老板。哦，这里我还没拿。盖冰，啊，这个活的颜色跟这个差好多。够了。这鱼的颜色跟活的差距真的太大了，而且打开来味道还很重。这条鱼好像是6斤多，运费没算，总共是450块钱。如果说我们市场上有活的这种鱼，我宁愿花1500块钱买一条活的，不仅好看，而且还新鲜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做一条活的，做刺身应该不错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大龅牙，是不是似曾相识？老铁们应该都有印象，而且还看过那期视频，就是这条10几斤的超大清点鹰嘴鱼。它和咱们今天这条鱼都是属于螺形目鹰鸽鱼和鹰嘴鱼属的珊瑚鱼，主要是以藻类为食。今天这条鱼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额头向前凸起，且前端圆钝，捏起来软软的、短的，手感真好。所以我判断它的中文学名叫凸额鹰嘴鱼，又名峦头鹰鸽鱼、枯头鹰鸽鱼。你们注意看它的眼睛，有没有发现此类鱼它的眼睛都很小，而且还带有大龅牙？你们可以脑补一下，假如我也长成小眼睛、大龅牙，请问你们还会给我点赞吗？还好它今天是一条鱼，搭配起来还很萌、很可爱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它经常被当做观赏鱼。说到这里呢，应该给它点个赞，然后送它上路。老规矩，上路前先洗澡。它这个龅牙很像鹦鹉的牙齿，所以又被称为鹦鹉鱼。先把它内脏给去一下，我觉得它内脏应该会好脏啊，都吃藻类的。哇，鱼鳞。所有吃植物的鱼，它的喉咙部位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磨草的牙齿，给它冲洗一下。这个内脏如我所料，又脏又臭，所以我就先把内脏给去了。接下来要把鱼鳞给炸一下。这个鱼鳞好大片，油炸也是可以吃的，还很好吃，这种感觉很好。强迫症小伙伴的呼应，一刀一刀的往里割，舒服。这肉好漂亮，粉红色的。可以了，接下来要把这个鱼肉给取下来哈，先把鱼头给取下来哈。哇，这骨头好硬，哇，这个鱼头可以给它冻起来了，改天来熬汤啊。我靠，这个冻过的肉质真的不行啊，摸起来就粉粉的。这块肚腩上的鱼刺给它去掉。
完蛋了，今天这个鱼我感觉要翻大车了。你看一点弹性都没有，很粉，而且味道又很大。看来真的不能在网络上买鱼，冰冻回来以后真的品质实在太差了。那这部分我们把它给冰冻起来吧。那这一块我们今天来试一下，看还能不能吃哦。那这一块我们要想一想看，还有没有什么办法给它抢救一下？给它分成2半，给它修掉一点。这个可能太厚了一点，给它修一下。这个给它切小块。哎，连手的味道都很重了，这个鱼肉连邻居都不敢分啊。那么今天这样子安排哈，那这个拿来做烟熏肉，那这个拿来做糖醋。那先把这个熏呢，先给它腌一下哈，来点82年的青红酒去腥啊，再来点生姜、盐，给它涂抹均匀，可以了，放在那腌制一会儿哈。我们来调一下糖醋汁，白糖、泰国鸡酱、番茄酱、白醋，来搅拌均匀，试一下这个味道哦。哇，好酸爽啊，这味道哈。接下来我们来炸一下这个鱼哦，锅里倒油，够了，油热，鱼肉直接下锅炸，这个就不要裹粉了，因为这个鱼不是很新鲜，高温正好能够去腥。哇，炸得金黄酥脆的，很漂亮，可以了。哇，好香！锅热倒油，蒜末给它放进去，那炒出香味。这样调好的糖醋酱，加点水，来煮一下，再来一点点水淀粉勾芡，然后把炸过的鱼肉回锅，搅拌一下，色香味俱全啊！出锅。这个颜色看着真的好有食欲哦。再来一勺糖醋酱，哇，撒点白芝麻。再来点葱花，再来一块珊瑚网片点缀一下，再点一片三色堇，完美。OK， 接下来把这个烟熏呢先给它煎一下哈，锅热倒油，鱼肉给它下锅煎一下，差不多，换一面，我看，感觉火太大了，再来点蒜片增香哦，可以了，出锅。点一点辣椒丝，现在要把这个鱼肉烟熏一下哈，先给它点个烟哈，给它打到这里面来，这个烟熏草很香了，可以了，哇，仙气飘飘啊！准备开吃了哈，要翻车的鱼，给它整了一个这么好的摆盘，应该能拯救回来吧。先来杯8年的清酒压压惊哈。现在很期待它到底会不会翻车哈。先来给你们整一块这个糖醋的哈。讲实话，这个还是非常的有食欲，看着不争气的眼泪都能从嘴角流下来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非常的好吃，表面炸的非常的酥脆，而且这个酱汁酸酸甜甜的，非常开胃，但是吃不出这个鱼的味道了。香，拖鞋拿来这么做都好吃，就这样解救拖鞋鱼一样，成功把它给解救了。如果不跟我说这个是鱼肉的话，真的一点都吃不出来，已经跟鱼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那还剩下这3块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哈，接下来试一下这个烟熏的会不会翻车哈，不沾任何东西先试一块哈。这煎出来的口感还挺好的，一点都不柴，而且这个烟熏味还很浓郁，就是腌的太咸了一点点。沾一点这个泰汁试一下啊。这个鱼肉真的可以啊，口感非常的好，蒜瓣肉一片一片的，再加一点这个泰汁，哇，柠檬的香味酸酸的。很解腻啊，除了被我腌太咸了一点，真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你看这个肉是不是一片一片的，跟起先刚杀出来那种粉粉的手感完全不一样，太神奇了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
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。这个鱼我今天以为会翻大车，没想到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。我刚才问了一下我的朋友，他说只要是珊瑚鱼死掉以后放在那一天，它的肚子就很臭。所以呢，在买这种珊瑚鱼，应该是要先把内脏给去了，然后再发货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总之呢，这个鱼肉它本身应该是挺好吃的，但一定要新鲜。如果今天这是一条新鲜的鱼，那么体验肯定完全不一样。那么这期的事情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你们要的这个仙气就这么完成了，仙气飘飘啊！这么漂亮的鱼，你们吃过没？这是一条非常罕见的双色金英哥鱼，据说它的味道极好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打算把它给盘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王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咱们又来搞事情了。听说老板那边今天又来了一批极具观赏性的鱼，据说还很好吃，特别是这条颜色非常艳丽的英哥鱼。为了求证一下，咱们先过去看一下。果然很多珊瑚鱼啊，彩妹英哥鱼啊，彩妹很漂亮。这个东西凶不凶，猛不猛？这我们之前拍过一条了，油锥啊，但不过品种非常多，这些都是不同品种的。我们之前拍的好像跟那个品种都不一样。有机会我们再来一期啊，这个很好吃。裸胸上，大哥你牛！我现在看你怎么回去。是你从这个洞钻过来的，很凶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应该叫蜜网裸胸上。黑瓜子啊，这条是双色金英哥鱼，这条很漂亮。好吧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50了，100块行不行啊？150不能叫了，今天都有人要了，留给你的东西。这样子啊，这条很漂亮啊，150拿出来称了，打包回家是吧2斤4。来呀，哇，这个真的很漂亮，多打点，2多打点。对。你们看这鱼真的挺漂亮的，通体橙红色，特别是这个鳞片很个性，每个鳞片上都有这样子的黑点。你们细看一下，细品一下，这个单个看鳞片是不是很像一条鱼？就以它这个姿色，我觉得值得你们一键3连。当观赏鱼绝对没有毛病，重点是还不贵，1斤也就150块钱，这一条2.4斤也就360块钱。像这种珊瑚鱼啊，基本都是来自海南，统称为青衣。比如咱们之前做过的这条清点鹰嘴鱼，以及这条死臭的凸额鹰嘴鱼，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青衣。但是正青衣一般指的是苏氏猪齿鱼，而咱们今天这条的学名叫双色金英哥鱼，属于蠕形目鹰嘴鱼科金鹰嘴鱼属，别名就比较多，比如青衣、青鹰哥鱼、鹰哥鱼、鹰嘴鱼等等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很多的小伙伴会说，双色金鹰哥鱼不是这样绿色的吗？其实它是双色金鹰哥鱼的雄性个体，又被称为青金鹰哥鱼。而咱们今天这条是雌性个体，这个是它幼年时候的体色。很多的海鱼，包括珊瑚鱼，其实它都是会变色的，甚至还会变性。它就是一个例子，最大的雌性个体会改变性别，成为色彩鲜艳的雄性个体。你看它现在已经快挂了，整体的颜色都变深了。另外，这种鱼还很风流，是一夫多妻制的。所以呢，咱们今天必须得制裁一下它，趁它还没有变性前把它给盘了。刚才给它换了一下水，现在把它鱼鳞去一下。但是这个鱼鳞实在太漂亮了，我舍不得把它给刮了。试一下看能不能整遍把它给取下来，把它这个边先给它剪一下。这样子我怎么感觉把它最外面的一层皮给割下来了？这绝对是强迫症小伙伴的福音啊！每次刮这个鱼鳞，很多小伙伴说都超爽。哇，搞定，真的很漂亮，只是后面部分太难割烂了。这边用打鱼鳞的方式给它打下来，等下两边的皮颜色就不一样，给你们看一下就知道。英哥鱼的鱼鳞跟其他鱼不一样，它是很大片的，而且也很好打。可以了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呢是打鳞器打的，它外面的这一层皮还在。这一边呢，就刚才我这个刀割了，这外面的一层皮没掉了，要把它内脏给去一下。珊瑚鱼要是死了1、2天，这个肚子就非常的臭。这个鱼标蛮大的，给它留着啊，鱼鳃给它去一下。这种珊瑚鱼啊，它喉咙都有一对牙齿，等下挖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出来了，这对牙齿在喉咙里面磨珊瑚的，基本上吃草的鱼都有，草鱼啊什么都有。这个鱼吃珊瑚的，抽烟抽多了，肚子的黑膜很严重。为什么叫英哥鹰嘴鱼呢？我估计是这对大龅牙。接下来把这个肉给取下来哦。这个肉着实很漂亮，这个小屁屁居然没剪掉。搞定啊！这个肉真的太漂亮了，粉嫩的，这一半也给它取下来。杀这种鱼杀的真的太爽了，这个鱼肉很细嫩，粉嫩的，手感超好。这个鱼是不是还很完整？我觉得这一半可以拿去放生，一半吃一半放生哈，满足你们的要求。觉得我对不起你们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鱼头熬汤应该非常的好吃，所以呢我就没舍得给它放生了，我怕放生了被别人给捞走了。
OK， 全部处理完了。那我们今天来安排2种做法哈。这块呢皮是完整的，我们来做汤酸燥。那这一块呢，我们来做鱼排哈。OK， 那我们先来整一下这个汤酸燥的哈。首先呢，要先在这个鱼皮表面铺一层这个厨房纸，然后再用开水给它冲一下，把它表面的这个皮给它烫熟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汤酸燥。接着给它放到这个冰水里面去，给它冰一下，泡一下，再抹一点萝卜泥。底下是冰水哈，萝卜泥给它放到冰水里泡一下，接着给它用滤网滤出来，给它捏成一小坨哈，水分捏干以后，给它放到这个小碗里来，然后倒入调好的汁，这个是用日式烧汁、柠檬水和清芥末一起调的。再把这鱼肉改一下刀哈，给它摆一下盘啊，再给它点一点鱼籽，再点一点石螺草。OK， 那咱们今天呢，先做一道吃掉哈，这个是汤酸燥的，我们先吃，然后等一下再做鱼排。有点小精致哈，我先来一杯果酒压压惊啊。哇，感情深，一口闷。来，原汁原味的先给你们整一块啊，粉丝先吃。挺鲜甜的，肉的口感挺绵柔的，但是这个筋膜有点多，特别是这个皮感觉有点咬不动哎，沾点酱汁试一下哈。沾一下酱汁很好吃，但这个芥末有点少了，多来一点点青芥末，哎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沾一下。哇，这样好吃啊！沾一下酱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然后就它这个肉的质感跟龙虾刺身有点像，它呢是属于绵密型的，龙虾呢是属于爽脆型的。我个人觉得它油脂少了一点，还是帝王龟的刺身最好吃的，最香的，油脂特别的丰富。哇 ，OK， 那我们先去做一下鱼排哈，来点海盐、黑胡椒碎，给它拍一下，这边也来一点，再来一点油，涂抹均匀，可以了，给它上锅煎。锅热倒油，鱼肉给它下锅煎一下，这一面先煎好，不要动它，要给它稍微按在那里，不然煎一下就弯掉了。这一面煎的差不多了，给它翻一下。边给它煎一下，由于这个鱼排比较厚啊，4个边都要给它煎一下，加点百里香、大蒜、小可爱、芦笋一起给它煎出香味，然后来个黄油融化一下，增香啊，再来2片柠檬，喷一点白葡萄酒，可以了，出锅，给它摆一下盘，小可爱给它摆上来，再点一点芝麻菜，再挤一点南瓜汁，来朵三色堇，鱼肉上面来一点花花草草 ，OK， 再淋一点点酱汁，这个酱汁很有特色。这个是中西结合的一块鱼排啊！刚才我们最后淋的这个酱汁，是我们平时煮酸菜鱼的那个酸菜熬制的，风味非常的独特。先来杯80年的清酒庆祝一下啊！中西结合的鱼排，先给你们整一口啊！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这个鱼熟吃好吃，很嫩，这个酱汁的味道有点重哦。我们试一下这个原汁原味煎出来是怎么样的哦。哇，好吃啊！蒜瓣肉很嫩，真的这个鱼适合熟吃，不适合做刺身。个人感觉哈，刺身它筋膜也很多，这一层焦焦的皮特别的香。这个酱汁的风味非常的独特，是一个大厨教我的。它这个酸菜的味道很浓郁啊，就有点偏辣了一点，辣椒放多了。但真的好吃啊，这个中西结合非常的完美，来个芦笋解解腻，解解辣。实话，辣是辣了点，但吃的很上头，很好吃。点击的兄弟要把这个配方打在公屏上。我突然发现这个淡淡的奶香味跟这个酸菜还非常的搭，它的酱汁又放了点淡奶油，黄油煎一下鱼片也是奶香味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。我觉得今天这条鱼啊，珊瑚鱼、银鹅鱼，它做刺身还是欠缺了一点点。它的筋膜很多，而且它的口感没有龙虾那么爽脆，同时又没有三文鱼那么细腻，油脂也没有那么丰富，没有那么香。但是拿来煎成鱼排就非常好，肉质很嫩，蒜瓣肉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鱼呢，应该拿来清蒸也不错。有机会的话，建议各位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。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